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出差的经验吧？对于很多常常需要东奔西跑、直接面对客户的职务来说，有时候往返的交通时间就已经超过了实际服务时间了吧？像这样子配合公司需求，被指派到原本工作地点以外的地方出差、参加教育训练或是开会的时候，其中这段交通时间到底要不要算工作时间？资方又是否需要发给员工加班费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记得之前在社群平台我曾经看过一篇报文，有人就说，为什么9点上班，我必须9点就在公司？那我6点下班，我为什么6点还没有到家呢？可能因为触动很多人的共鸣，所以也有不少的留言在讨论这则贴文吧。虽然这个是明显的玩笑话啦，但是也看得出来，大家是很在意通勤往返的时间的。特别是因为出差而要花上更多的时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公司应该要有所补偿才是比较合理的。这支影片我想要先分享有关于工作时间在法规上的定义，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差时的交通时间到底要不要算工作时间，要不要计给加班费哦。劳基法虽然有规定正常工作时间跟加班时间的限制，但是在法规中并没有明确写到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工作时间。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参考劳动部过去所发布的解释令，或者是劳工在事业场所外工作时间指导原则，进一步的了解有关于工作时间的定义。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中有提到，所谓的工作时间指的是劳工在雇主指挥监督下提供劳务，或是受指示等待提供劳务的时间。再用白话一点的方式来解释的话，那就是只要你不能自由的去做自己的事情，那段时间就会算工作时间。事实上工作时间也是偶尔会发生认定上的争议的，像是参加教育训练期间算不算是工时？劳动部过去在81年就曾经做出过解释，只要是强制参与跟业务有关的教育训练就会算工作时间。又或者是公司开会的时间算不算工作时间？同样的，劳动部过去也解释过，如果是强制要求劳工参加而不参加会有不利的处分的话，那这段时间也要算工作时间。如果是在下班之后或是休息日之类的时段来举行的话，那就会算是加班时间，而雇主就应该要依法计算加班费或是协商来给予补休了。其实有关于工作时间的定义还可以有更多不同情境的延伸讨论，特别是高等法院在104年有一个著名的判决，明确的说明了5种跟工作有关但是存在认定上争议的情形。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特别制作一支影片来单独讨论吧。回到影片标题的讨论，有时候劳工为了要配合公司到指派的地点出差，势必会因此而增加了不少的通勤时间。举例来说某一位在高雄工作的员工，每天原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间会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是某天因为业务的需要，从高雄到台北出差工作，其实加上了搭乘捷运、高铁等等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间之后可能就会增加了约6个小时的交通时间。或者员工出差到国外工作，光是在机场报到、出入关，加上飞行跟其他的交通时间，可能都要花上1整天或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些交通时间的过程之中，到底要不要算工作时间呢？事实上法令并没有明文规范这类的情况应该要计算为工作时间。我们可以参考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引用了劳动部过去所发布的解释令，可以看到最早在民国78年的时候就曾经解释过，劳工奉派出差或是受训，乘车往返时间到底算不算是工作时间，法令并没有明文的规定。直到115年的今天也同样没有在法规中有明确的规范。换句话说，像这种从家里出发直接去到出差地点的过程，通常会被视为通勤时间的延伸。劳工通常可以自行决定通勤的方法以及花费的时间，所以该段时间是否要纳入到工作时间，则应该要由劳资双方自行协商。也因为如此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之下，劳方要主张因为出差所衍生的交通时间应该要认定为工作时间，进而向资方请求加班费的话，恐怕是会有一些困难的。不过实际上有不少公司在员工出差的时候，除了会针对支出的交通费用采用实支实付的方式之外，也会额外给予散杂费路程价或是差旅津贴等等的补贴。换作是我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资源，就要花上了更多的交通时间，而且又会占掉我个人的下班时间，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很合理吧。
前面有提到啊，虽然交通时间是否算是工作时间，应该要由劳资双方来议定。可是如果劳方可以举证在出差啊或是受训的当天，实际上提供劳务或是受指示等待提供劳务的时间是多过于法定的正常工时的话，那雇主仍然应该要给付加班费。举例来说啊，在搭乘高铁时的过程中，仍然有持续用电脑来进行远端的工作，或者是过了下班时间之后，还是有需要继续执行业务、跟客户洽谈等等的情况的话，这个时候啊，资方还是要认列为延长工作时间，并且依法来计算加班费。就像我们画面中所呈现的范例，劳资双方应该要事先把不同时段的性质来逐一理清，把交通时间、休息时间扣掉之后，其他有实际提供劳务的时段，如果加总起来有超过一般的正常工时8小时之后啊，雇主就应该要依法来计算加班费了。至于加班费要怎么样计算，就牵涉到出勤当天是平常日还是休息日等等的性质，建议可以先参考我先前制作过有关于加班费计算方式的说明影片哦。其实我也可以想见啊，有很多劳资双方应该会觉得要厘清每个时段在做什么，算不算工作时间，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有时候跟客户只是讲个电话、传个讯息，其实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而已。要怎么样来去认定跟区分工作时间呢？坦白说，真的是会有点困难啊。其实依照劳基法施行细则第18条的规定，就有提到，如果劳工因为出差或是其他的原因，是在原本的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来提供劳务，并且很难计算工作时间的话，那原则上啊，还是要以原本的工作时间为准。但是如果可以证明实际工作时间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劳方要举证有工作事实的责任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要向雇主主张有加班情形的话，那就建议务必要保存相关的书面资料或是文件来作为佐证了。事实上啊，劳动部早在将近10年前就曾经发布过我们有在开头所提到的事业场所外工作时间指导原则，其中也有列举一些特定工作者很常在外工作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像是媒体记者啊、远端工作者、外勤业务人员或是需要开车的驾驶人员等等。所以如果本身是从事相关的工作，或是雇主有聘雇需要频繁外勤的员工的话，也可以特别注意这项指导原则的说明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交通时间都不会被认定为工作时间，有一种情况还是有机会可以主张为工时的，那就是往返于不同工作场所之间的交通时间，也应该要计算为工作时间。依照劳基法施行细则第19条的规定，有明定劳工在同一家企业，但是不同营业所之间跑来跑去啊，或者是在雇主所有的不同事业场所之间往返的话，除了在各个场所实际上有提供劳务的时间之外，中间的必要交通时间也应该要列入到工作时间来计算。举例来说啊，公司如果有不同的门市或是工厂，而某位员工要先到总公司打卡上班，接着再跑去其他的工厂，最后再回到公司打卡下班，那么中间的必要交通时间也就会算是工作时间。如果合并原本的工作时段而有加班的情况的话，那就要注意是否有计算加班费了。另外可能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是否会有超时工作的风险，例如像是航空业的空服人员在向公司报到之后，会再搭乘公司的交通车到机场，而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啊，这段时间依照施行细则的规定就会算是工作时间。所以过去也有一些案例啊，可能是因为让空服人员的工作时段抓得太紧了，结果因为有航班误点，再加上搭乘交通车的时间之后，一天的总工时就超过了12小时，进而啊被主管机关认定有让劳工超时工作而遭到处罚了。最后想要分享的是，除了交通时间是否应该要认列为工作时间的争议之外，我们也很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那就是假如劳工出差之后在外地住宿的话，那这段时段是否也应该要认定为工作时间呢？这点其实可以参考劳动部86年所发布的解释令，其中一样是用空服人员的状况来举例，如果不是在提供劳务或是受雇主指示要待命的时段，而是单纯在别的国家或是城市停留的时间，那么该段时间法令就没有明文规定它的性质。换句话说啊，因为可以不认定为工作时间，所以要怎么补贴就由劳资双方来自行协商了。也因为空服人员很常会有这类的状况，所以航空公司都会发给外站津贴，作为在外地停留的生活补贴。而这个外站津贴，同时也是几年前有些航空公司发生罢工事件时的争议核心之一。不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啦。总而言之啊，从这支影片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工作时间的认定虽然概念很简单，可是也是很容易衍生出一些相关的争议。但大致上的逻辑啊，就是要看不同的时段是否有提供劳务，或者是有没有接受雇主指挥监督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那就要注意合并原本的工作时间是否有加班的情况产生了。当然呢，如果可以尽量让出差的交通时间都安排在原本的工作时段之内，应该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做法了。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